人可有事啊？多谢警官，我等无碍。无碍就好，走吧。啊，爷就说这办法有用吗？哎呀，这么说，你们是冲着我来的？不，他的意思是，您万幸出巡，未被火势波及。好，那这么说，本警官可还要谢谢你们了。哎，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呀，这儿有火没扑灭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花眼了吗？怎么看见英英突然被轿子吞进去了？梁三郎，张二哥哥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出来啊？你的景治得如何了？别以为给我点甜的便能护你着。你跟14郎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我还特意给你拿了药。这么看下来，你也没受伤啊。我就说嘛，那你跟别人冲突，一般受伤的都是别人才对。谁说我没受伤？伤在里头，你得凑近了瞧瞧。哪里啊？我就知道你骗我，那染料的味道我都闻见了。不是说怕红色吗？怎么还往脸上抹呀？我只是怕流动的红，像血水一样涌动的红，不是什么红都怕的。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我呀，打听了一下桑14郎，他的姐姐是宫中正得宠的妃子，他的阿耶暂代警官一职，其他儿女都事业有成，唯有他不学无术，游手好闲。那他平日里都好做些什么？他干什么都学艺不精，但我有一样，很是强项。什么？叶子牌。叶子牌？只要你努力，一定可以让季家重回当年荣耀。这是我自己绣的，送给你。啊？怎么？你不要？你嫌我绣的丑？我表现的这么明显吗？赵修元，给我！不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怕我做不到腰缠万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吗？因为你不缺文钱，你本就文思泉涌，前途无量。你也不缺锁子，不缺10万，因为你本就上下求索，万无一失。钱是没有了，送你幅画吧。画中无蓬，可云层翻涌，分明让人感受到鹏飞9天之姿。画中女子独立船头，以窈窕中自成风流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只是这个女子的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原来赵二郎君也会说这些奉承话呀。我们将这画制成锦吧。这云、水、船，还有这女子，若是认真的话，不难织出，只是很难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呢。若是用5重梭呢？
增加更多的混色。黑白丝搭配树木不同，便可交织出深浅不一的灰色，可以用作云霞和水浪的阴影。阴影不错，但是若只有黑白的话，会显得整幅画死气沉沉。用平稳和斜稳交替织，这样才有可能织出大自然的流动之感。用主色树木增减来过渡色彩流动，用平斜断为基础，织出凹凸之感，再用不同的色彩凸显明暗变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有可能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调丝配色，我绣出来先试试。哎，你不是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吗？那件事现在便只剩等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啊。来啦！这生的都给人往上端呐！掌柜的，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老子非得怎样？老板娘是吧？玉玲珑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给你混盘熟的。今天必须得给我个说法，至少得赔钱吧？嘿嘿，对，不赔钱也行，至少你得陪我喝一杯吧？啊？可以。你敢去我这儿，为何将月不还？酒色醇香，酒客月落，家不还，概不赊账，当月不还，家难还。能吃就吃，不吃就滚。你们这是黑店，你给我们吃这些臭鱼烂虾，要吃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衙门告你去吗？昔日王相出任西川节度使时，曾于酒馆用饭，亲口大赞这愉快。花落金缕明玉镜，不逊风月过江南。王相大家称赞的，客官却不屑一顾，说这不是人吃的东西。如此诋毁王相，也不知道到了衙门，那板子会先打谁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若是你，便乖乖把钱付了，赶紧跑回家躲起来，等这事儿大家都忘了再说。我再也不来了！我再也不来了！打扰各位雅兴，今日一应酒品，通通9折。谢于掌柜，谢于掌柜。来，我们来壶酒。来了。这王相什么时候夸过我这儿的愉快啊？我瞎说的，反正他们平日里也见不着王相，就算是见到了，他们也只会问功名，谁会问这等小事？找有事儿。你听说我跟桑十四郎的事儿了吗？英名远播，既享娘子不畏强权，勇斗恶霸国舅爷。想不想一起英名远播？地盘借我2天，再借我点钱呗。借钱？你看我这店冷清的，一天到晚没几个客人，我哪有什么闲钱借你？你就先借我保你接下来店里坐满客人，日进斗金。你是有法子对付花家，还是对付桑十四郎？借力打力，谁还不会啊？哎呀，承让啊！楚王高进，自愧不如。承让。
还有谁要一起玩的吗？是你，你就是赌王啊！来，跟爷赌一把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啊？你可知我为何要赌钱？为何？因为我在浣花溪得罪了国舅爷，花家怕被牵连，不让我去西边洗寺。我们家染房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我只能靠此赚钱养家。这爷哪知道？算了算了，爷这脾气发了也就算了，这没想到他们花家借着爷的名气为难你。哎呀，回头再说，咱先赌一把。不赌。你。行，你跟爷赌一把，无论输赢，爷都告诉花家不跟你办见识了。当真？爷说话算数。来，赌大小，不限轮次，每局20文，直到把对方桌上的钱赢光为止。依你。7万贯，8万。哇！哎呀！哎呀！金娘子牌技果然了得，10次便能赢8次，的确了得。想赢便赢，想输便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吃点东西再喝，免得伤身。看你这衣裳，不靠杨家，也没挨饿。多年未归。没想到第一个认出我的人，竟是阿姐。一日3餐，一日千里，走马江湖，自在快活。来，阿姐，有劳阿姐挂念。阿姐的酒还是这么好喝。少叫我阿姐，显老。行。晦气。歇会儿。国舅爷，我都认输了，你就让我回家吧。那不行，爷还没玩够呢。来，再战300回合。兔崽子！这个兔崽子！老子刚回来，你就跟我惹事！你还抢夺民女，趁日走钱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给我下来！我不下，我下去你肯定打我。哎！桑长史，您误会了，我与国舅爷在这儿不是为了赌博，是为了吸引人潮，好做生意。对，什么生意？啊，什么声音？快给我阿爷说什么声音？本来也没想现在拿出来的，既然您问了，蒋六郎君，把东西拿上来吧。哎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染丝会做的叶子牌荷包。叶子牌做荷包，闻所未闻。这可是在雷祖娘娘面前祈福过的，都是有寓意的。您看，万贯，它指的是家财万贯，恭贺商户日进斗金的。这个是锁子，说的是上下求索，寓意读书人早日登科。您看这个文钱是文思极勇，前途无量的意思啊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10万。
这可是十四郎点名了要先送给您的。送给我？啊，是阿姨，阿姨，这是送您的，我给您带上。这10万便是万时，谐音万无一失，是祝您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，是十四郎的一片孝心。这小玩意儿瞧着不错呀，小娘子，什么时候开始卖呀？若是大家喜欢，我们染丝会那就尽快的把它做出来，好吗？程三郎君、蒋六郎君、盛大郎君。对啊，是啊，就是。哎，染丝会。哎呦，您出门这几日，国舅爷体恤我们西边人家疾苦，团结我们成立了染丝会。这叶子牌荷包就是我们的第一笔生意。国舅爷是我们的名誉会长，我们在这儿玩叶子牌，也真的不是为了赌博，就是为了想要把这个名声打出去。你当真是在干正事儿？是阿姨，这回您真误会我了。桑长史，您真误会我们会长了。啊，会长为了我们殚精竭虑哦。误会了。有点意思。别欺负人，也别让人给欺负了。阿姨慢走，慢走。哎，诸位客官，若是喜欢我们染丝会做的这个叶子牌荷包，现在便可以下订单，前50人半价。桑长史身上那款工艺复杂，可能现在没有这么多，只有30只，先到先得。我来。我跟你说，想要的话到我这儿来签单啊！啊？你是不是在利用爷呀？是啊。我们本来就在这儿卖荷包的，谁知道你会来，更没料到你阿爷会来呀。那你过几日你可以跟你阿爷说，你不想做这个名誉会长了，那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那不行，这官儿爷当上了还能还给你怎样？可是做我们的名誉会长是要帮我们做事的。爷不能做事吗？那试试吧。作为名誉会长，可有我的好处啊？嘿呀，杨老三，当然有，来，我给你找，来。我想与季娘子赌上一场，谁若输了，便应对方一个条件。好啊。哎，十四，你是什么会长来着？名誉会长。难怪没人听你的，徒有其名，没有实权。该不会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诓你吧？你看啊，你阿耶为何来得这么巧？这么巧，他们就是今日赌。我与你赌。季娘子，不如我们换一种玩法，一人3张，一起赌，这样快些。行。季娘子，请吧。哇！这不小了。输定了，杨老三这一锁，怎么比得过人2万块？季娘子，我这牌可有问题？杨三郎君技高一筹啊，我认输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我想到季娘子家中好好拜访。你怎么老是想去我家？
岂有此理！竟敢抢占地盘，不让咱们冉思会喜事。那是之前，这不是您来了吗？我看他们谁敢。放心，只要有爷在，爷罩着你们，看哪个敢找就麻烦。自然自然。来了，金人他们过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我们都要在这儿洗丝。你这个吃软饭的老总赘婿，还不赶紧滚回去给你婆娘洗脚去啊！嘿，你们这帮死小子，反了你们了！我阿爷说了，要多动脑子，少动手，要学会以理服人。今天主打一个以和为贵，以理服人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哎，等等，我告诉你一下，咱们从今儿个起是国舅爷罩着的，你动一下我们试试。我告诉你，在西上，我是这个国舅爷就是个屁，还国舅爷，给我打！你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咱还以理服人吗？你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我这么长时间国舅爷。花小柔，你也有经验。就是他们在西边东闹事儿，都不住手！你给看看换没换？都出血了，都出血了！出血了！华小柔，你好大胆子！你给当朝国舅爷都打出血了，你好大胆子你！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，要不然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呢。他不仅打你，他还骂你。你闭嘴！骂你了！你闭嘴！我想起来了，你骂我是个屁！我告诉你，哦，他还骂你是坨屎。你还骂我是个屎！你是不是活腻了？闭嘴！阿姨，你给我闭嘴！不是他打出血了都。跪下！我叫你跪下！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啊？你跟我过来。是。您是知道的，只有在浣花溪洗出来的丝织成的蜀锦，才能色泽艳丽，历久弥新，才是真正的蜀锦。多年以来，各大染户强行占地，向来民不举，官不究。如今西边的事儿被国舅爷挑了起来，这日后怕是被有心之人利用。娘娘在宫中正蒙圣宠。那些嫉妒之人，若是在宫中找不着法子，定会从宫外下手。若圣上听闻娘娘的家人因为娘娘得宠而嚣张跋扈、寻衅滋事，那会如何看待娘娘？有心之人，不就在老夫面前吗？莺莺确有所图，但是正途。您可知是谁把国舅爷引到西边纵马的？看来您是知道了。你有何不同？我能教14郎君改邪归正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儿郎。就凭你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想来我季家如今是何光景，莺莺是何为人，长史上次一见之后，想必已经调查清楚了吧？浣花溪辣娘子，
本官就是看在你还有几分担当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这事儿是因为在浣花溪抢地盘引起的，牵扯蜀锦便格外敏感。可若这浣花溪本就属于大家，不允占地，那14郎君只不过就是去溪边玩，打了个架罢了。你是说，只求长史能立新规，道明浣花溪各家共用，不允占地洗私。你觉得我立了，他们便会听吗？哪家在西边染丝占地的大户背后没有人呢？您立了是您的态度，他们不听是他们藐视律法。我立了，就代表你背后也有人了，他们至少可以不再敢赶你，对吧？我相信啊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可以让季家重回当年荣耀。这是我自己绣的，送给你。啊？怎么，你不要？你嫌我绣的丑？我表现的这么明显吗？赵修元，给我，给我。不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怕我做不到腰缠万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吗？因为你不缺文钱，你本就文思泉涌，前途无量。你也不缺锁子，不缺10万，因为你本就上下求索，万无一失。钱是没有了，送你幅画吧。画中无朋，可云层翻涌，分明让人感受到鹏飞9天之姿。画中女子独立船头，以窈窕中自成风流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只是这个女子的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原来赵二郎君也会说这些奉承话呀！我们将这画织成锦吧。这云、水、船，还有这女子，若是认真的话，不难织出，只是很难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呢。若是用5重梭呢，增加更多的混色，黑白丝搭配数目不同，便可交织出深浅不一的灰色，可以用作云霞和水浪的阴影。阴影不错，但是若只有黑白的话，会显得整幅画死气沉沉。用平稳和斜稳交替织，这样才有可能织出大自然的流动之感。用主色数目增减来过渡色彩流动，用平斜断为基础，织出凹凸之感，再用不同的色彩凸显明暗变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有可能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调丝配色，我绣出来先试试。哎，你不是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吗？那件事现在便只剩等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啊。来吧。看季娘子这脸色，是不欢迎杨某在此。不过可惜了，愿赌服输，你该不会要食言吧？自然不会。杨郎君，那边请。这
过，进过，进过！你跑哪儿？杨某读书少，但也知道这邪路是不通正常的。您有所不知，我季家的规矩是越尊贵的客人越要在僻静处招待。郭奎，你可不许咬它哦，小心哦，它有毒。你叫郭奎？果然，狗也怕恶人。英英，阿兄，这位是在下杨三郎，是季娘子尊贵的客人。萍水相逢。阿兄，阿娘在家吗？我一直在屋内支紧，不怎么去过前门。不过按照往日而言，阿宁此刻应该是出去采买。哦，太好了。阿兄，给这杨三郎君倒碗水吧，他就喜欢喝咱们家的水。哦，好。哎，不急不急，杨某此番前来，并非是要讨水喝，而是为了拜访一位故人。故人？哪位故人？杨某记得季伯父当年斗锦夺魁，以一幅蜀红锦博得满场喝彩，我也被其风姿折服。数年过去，辗转反侧，仍是难以忘怀。可谁能想到呢？如今却早已是物是人非。杨三郎君不只是为了来叙旧的吧？季兄跟着季伯父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定是得了几分真传吧。不怕杨三郎君见笑，季某与冉丝一道天分平平，不如我们家英英。家里的丝大都是英英染的。这染好的丝，就都晾在这儿了？还有一些晾在前院。阿兄，你还是去倒水吧。哦，好。哎，不忙。杨某是头一回到锦户来拜访，季娘子不妨带我到处转转，也好好好欣赏一番。我家世简陋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。家世虽简，但也别有一番趣味。咱们蜀地向来以红丝为贵，季伯父的蜀红丝更是声名斐然。季娘子染了这么多丝，怎么偏偏不染红啊？我想染什么就染什么。杨郎君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那边就是大门了。行。哟，今日来府上做客的人还真不少啊。怎么是他呀？我也不知。啊，英英，还不过来跟赵家伯母问好？哎，伯母好。虽说季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也没有自家女儿天天往外跑的道理。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算，还把外男往家里带，传扬出去，损了小娘子的清誉事小，你季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伯母误会了，他是来找阿兄做生意的，我就是恰巧遇上。是。我也不过是提醒，您若觉得无碍，便不必在意。只怕哪一日真做出伤风败俗的事儿来，夫人再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赵夫人说的是，虽然这次是巧合，但是那些拎不清的人难免要瞎说。我一定会好好管教管教，连巧合都不能有。但是我相信，像夫人这般心明眼亮的，是肯定不会误会的。来，夫人这边请。原来季娘子也会有温顺乖巧的时候啊。
也让你进门了，英英也算履行承诺了。要不你还是去别家寻杯热茶喝吧。季夫人，晚辈告退。田儿，哎，站住！阿娘，我错了。阿娘，你别过来！阿娘，给我过来！季英英，季英英，季英英，你别跑！啊！你快过来！那个外男谁啊？阿娘，那是杨三郎君，他是来跟咱们家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，真的吗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管事儿了就能骗我呀？就刚才他那身衣裳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，轮得到跟咱们家做生意吗？他是来打探蜀红丝的。蜀红丝？又是蜀红丝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人还不消停。呀，来的都挺早啊！哎，桑长史真的答应张贴告示禁止抢占地盘了吗？哼，那还不是爷的功劳？都什么时辰了，要贴早该贴了。你阿爷不会跟你一样靠不住吧？我阿爷，那是堂堂长史，堂堂国丈，还靠不住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爷靠不住？告诉你。跟名誉会长说话，客气点。哎，那我也告诉你，这事儿你要办成了，以后我见你一次，我就给你行一个大礼。哎，阿爷，哎，张使，你快把告示贴出来给他们看看。你在这添什么乱啊？你给我回去！桑长史，如今浣花西边纷乱不止，您可有决断？这个事现在不归我管了。啊，不归您管了。说来也巧啊，我只是暂代警官一职，新警官的调令早就送来了，可都1个多月了，他迟迟不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不敢来呀？你们都知道，上一任沈警官来了没2年，突然就病死了，上任张警官坠马死了，这再上任桑长史。我们这些小私户全靠这营生糊口，事关重大，那不知现在这个事情是归谁管辖呢？对呀，阿爷，你说重点，说重点，给我闭嘴！昨天呢，是新警官上任限期的最后一天，都以为他不来了，可谁想到，快散班的时候，新警官带着告身来上任了，我自然就退任。从此以后，长史是长史，警官是警官。这事务啊，你们得找他。早不上任，晚不上任，偏偏昨个上任。对呀，也不知这新警官为人如何。你们见了就知道。啊，什么新警官？谁？我看看谁啊！我看看谁！给我弄走！开门！出来！来，我看看。哎，闭嘴！哎呀，弄走！放心，我有办法啊！哎，行了。哎，桑长史。您态度骤变，怕不只是因为新警官吧？这是军中的戒律，咱们这是得罪何人了？今夜水深，季娘子量力而行。英英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都听你的。为了避免被花掌柜赶尽杀绝，都想了法子接了别家的订单。这要是洗不了丝，按时交不了货，也不知道要赔多少钱。民女季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警业生死，
还望容禀。民女姬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锦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杨警官，小的虽然跟王家是姻亲，但是王家真的没有偷税呀！不信你看账簿便知。我说，李家之所以能到浣花溪占有一席之地，是因为他们家家大业大，一理不仁。哎呦！锦绣阁的王掌柜每逢初一就跑到对面铺子偷偷放屁，赵家老太爷为了得酒，8年不洗脚，这有啊！哎呦！门口的人不见。我认为从今日起啊，本警官谁也不见，在最重要的时候出场，才最有力度。换一批吧。就那个大胡子。是。事关锦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别喊了，咱们都喊多长时间了，还不给开？摆明了就是不想见我们嘛。你别太担心啊，既然都是一些大人户家的订单，他们肯定有细死的地方啊。我去找他们商量商量，看他们能不能借给我们用。花掌柜没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上，你们说谁最与我们对立？花掌柜。可是今日他一个仆从都没有来探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什么？说明他已经知道今日结果，甚至大概已经堵死了我们所有的后路。花掌柜有这么厉害？他能在浣花溪称霸10数年，靠的绝不只是泼辣蛮横。我从未小瞧过他。嫣嫣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家出事了！诸位送走了几任警官了，这警官府的事务嘛，肯定比我熟练。日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啊！小的愿忠于杨警官，为您效犬马之劳。我不需要你们效忠于我，但是我不让做的事，如果你们敢做了，我敢肯定，你们会比我先从这里消失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我这个警官的身份，暂时不想与外人知道。是。诸位也都看到了，我这个人呢，胆小，怕死，偏偏警官这个位置还拢死人。我想大家在位多年，定是知道前几任警官都做了些什么，还劳烦诸位把它都写下来，事无巨细，我也好引以为戒。杨警官，那这么多怎么写得完啊？要不上去写？不，小弟不写，不能写，我写。给我一张！我们家就这一台制机了，不能搬呀，不能搬呀！住手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，季家小娘子？票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10年之内偿还结清。如今时限未到，花掌柜就上门私掠财物，是何道理？10年之内结清，那是你与上一任债主的约定，不是与我。债务承接转让，既说不变，现约亦不得更改。就是现约，哪个律法规定不能更改？你出去问一问，哪一个你上任的债主愿意出来替你作证？我在这等着。花掌柜既然这么说，怕是那些人早就被你说服了。就是好，我们不提现约，说债务。我们未说不还，也并非没有还的能力。如今你直接闯进我家搬东西抵债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那我们就来谈谈规矩。这是以往对西边抢地盘事件申诉的文书，这几本是几家大的染户每年上交来的账册，产量颇多，
出司的种类繁多。繁多有问题吗？昔日锦王季归南京城所制，多年来染成了曙红丝一色，后辈更是追之莫及。蜀锦业任何技艺的专精，都非一日之功。而现在几家大的染户，譬如花家，家中招牌丝线10余种。虽然说比不上蜀红，但也是不合常理了。这百家争鸣，怎么就争到他一家去了？还有，这花家长久以来是靠欺压吞并小户来扩张的。当年季家因为季归南获罪，欠债无数，而现在那张欠条便在花掌柜手中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季家便是花掌柜想要吞并的下一户。这大概也就是季娘子着急反击的原因。如果能在这件事情上帮他一把的话，或许能跟季家更进一步。我认为你们并无还债之能力，你们这些染坊平素里就靠我手上漏的单子过活。现在我懒得发这个善心了，你们接一些拼拼凑凑的单子，也没有地方洗丝，挣不上钱不说，到了10日交不上货，还得双倍赔偿。与其等你们赔光了给别人还不上我，不如我今日上门来收账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天就是让你们季家用资产抵债，资产不够，未来你还要做我的仆人，做工抵债才是。即便是资产抵债，那也是要先行告知，满期不还才执行。那好，那我就看看季小娘子这1个月内还不还得上钱。还上之前，我是不是可以按照原契约收取利息？你有钱还吗？那就搬吧。都不许搬！我看谁把他走！给我放下！你谁干嘛？怎么了？你们在这儿仗着人多，跟我玩撒泼的把戏？我可不是你原来那些旧债主，随随便便就打发了。即便是抵债，那用什么抵也是我说了算。桂叔，把染坊的生丝、染料全搬出来，给花掌柜抵债。娘子，都给了他们，咱们还怎么染丝？到时候交不了丝。那是我阿兄的知己，不能给。没什么不能给的。给他们吧。阿兄，我相信来日，我们定能够将它赎回。那好，那这1个月的利息我就先收下了。希望我下个月上门的时候，季娘子你已经凑足了钱，不然你们就等着当我的奴仆吧。花掌柜放心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干嘛？哎，阿娘，哎，我早上送阿娘去姨母家了，她会在搬去待一段时日。你说的无事便是无事，若是有事便送阿娘出去走走。你要对付花掌柜，怎么可能无事？我早料到他可能会提前上门要债，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趁人之危，让我们与他为奴。家里还有些东西，便真是要抵债，也够了，不至于为奴。我们要是再把东西给他们，我们就又一无所有了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平儿，跟我来。咱们是来做什么的？重复一遍。重现蜀红丝，探查命案真相，整顿一州锦业。所以，散花楼的太白鸭该收了。亥12更，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怎么样，像不像丧家的人？像，就是有点怪。怪喜庆的，这就对了。
你就没有想过找赵郎君帮忙？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懂我、尊重我，他能令我欢喜，不是因为他能帮我。我阿爷在世时，所有人都对我笑脸相迎，但是我家里出事以后，却鲜少有人伸出援手。我便知道，人可以寻求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但是不能只靠别人的帮助，只有自己才永远不会辜负自己。我们平儿当然不一样啦，她一定会找到一个可靠的如意郎君，可以信赖和依靠一个人，多幸福啊！只是我可能做不到，我只信我自己这双手。你就在这里等我。什么事儿啊？桑长史有东西落在府衙了，特遣小人来取。落下什么东西了？我们帮长史送回去便是。桑长史派我深夜前来，那东西自是不足为外人道。二位若是做不了主，不如禀报新警官，定夺一二。警官不在，不在那便更好了呀，就该二位赚桑长史这个人情。回去我就给桑长史说，这是二位的通融。不要命了！劳烦您回去转告桑长史，并不是我们不通融，实在是新警官有令，谁都不能进来。您明儿再来吧。别呀，桑长史要的着急，二位通融通融。二位，二位。我今日本也没打算一定能进去，投石问路，也不算毫无收获。那些侍卫从来贪财怕事儿，刚刚我以桑长史的名义求见，我还塞了钱，都毫无效果，说明这个新警官要么对他们许以重礼，要么动以酷刑，绝非简单任务。那岂不是糟了？不简单，但有所求就能谈判，能交易。可是，警官敢管那些大染户？只要价格合适，这生意就有得做。咱们去后门的，走。哎，你这衣服想换了？好，先换衣服。这回爷就不信熏不出来的，这回爷就不信他熏不出来。34郎，哎，自己人。季莹莹，你吓爷一跳。你也来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正如你所料，其他染户都不肯借地方给我们洗尸。我去你家找你，你又不在。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他，他说他有办法派我们见警官。爷可是翻墙出来帮你们的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这就是你的法子。他不出来，爷就给他熏出来，怎么样？聪明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警官不简单，你别千军万斗走。他再不简单能怎么着啊？还能打爷不成？他要是跟你阿爷告状呢？他跟我阿爷告状，告状，那可这法子真不行啊，真不行！灭火呀，灭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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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，什么人竟敢在警官府外放火？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是救火。对，我们恰巧路过。路过。人可有事啊？多谢警官，我等无碍。无碍就好，走吧。啊，正爷就说这办法有用吗？哎呀，这么说，你们是冲着我来的？不，
他的意思是，您万幸出巡，未被火势波及。哦，那这么说，本警官可还要谢谢你们了。哎，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呀，这儿有火没扑灭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花眼了吗？怎么看见英英突然被轿子吞进去了？梁三郎，你就是那个新警官？今年生丝造价几何？染制靛青色需要几种染料？一匹团花锦。总不问了。警官不一定都懂锦，对吧？反正死的都很快。杨警官龙章凤姿，定会长命百岁。继续。啊？你不是来拍本警官的马屁的吗？杨警官，您说笑了，英英是真心的。毕竟您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，明察秋毫，好不手软，软硬不吃，吃喝不乐，乐极生悲。季娘子言不由衷啊！你这一把火都烧到我警官府上来了，不会就是为了这么几句风尘话的吧？民女心中所求，杨警官心知肚明。与我有什么好处？您是警官，但不露面儿，那说明定有自己的思量。可是英英的嘴向来不严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还请您见谅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告辞。哎，杨警官是想让我现在便喊出来？你喊吧。我若遇到什么不顺心意的事，那浣花溪的事我可就管不了了。你。时间再久些，清白可就保不住了。外面那3个既然这么喜欢烟熏火燎的，把人给我带到溪边，让他们把那堆树枝给我烧完，烧不完不许走。我说的是里面那个。哦。今日没喝成汤，本官要亲手做汤。季娘子既然这么喜欢玩火，那咱们就把她带到后厨，让她替我烧水、添柴、熬汤。劈死你！劈死你个高官！劈死你个高官！骂谁呢？我骂狗官呢，我又没骂你。你是狗官啊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的一个警官府，被你搞得是一片狼藉。蜀锦业也一片狼藉，也没见您管管呀。有钱赚的地方，就会有贪婪之人。这贪婪之人多了，自然就会一片狼藉。这不是一时一日便能整顿得好的。你只知道急着添柴，当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啊。杨警官可听过“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？你若想走出困境，是该添柴猛火啊，还是该钻研真东西？蜀红一出千红哭啊！蜀红锦早随家父一同入土了。皇后有一件蜀红贡锦做的衣衫，无意间被损毁了。若是蜀红再现，重做衣衫，无论什么样的冤屈，或许都能够昭雪啊。民女听不懂杨警官在说什么。若是想问蜀红，季家早已染不出蜀红丝了。蜀红，
蜀红司可以不在，但公道不能不在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什么？宝庆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民女只管过民女的太平日子，公道自有当官的去管。”那你也要有心啊！光靠他一个人，他能做什么？那便要杨警官前仆后继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想想如何解决民女眼下的危机吧。在季娘子眼中，当真便只有眼下得失吗？放这么多柴怎么点火啊？行了，别做了，回去吧。告辞。季娘子慢走。你的名字出现在色谱墙上了，以后我也要染出新色，也要当景王，这样我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阿姨旁边了。好，这就得给你留着啊！都当景王。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紧为首，人在紧之上，紧没了紧在之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让你放开！爷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再等等我。杨警官，季娘子她又来了。本官暂时不想见她，让她回去吧。他说：“您要是不见的话，他就不走了。而且警官府门口还围了很多百姓，他又在那儿哭哭啼啼的。此事若是让不知原委的人传了出去，怕是会对您不利。”你说，他哭了？是。让他进来吧。在下权衡利弊，擅自做主，已将他带了进来。带进来了，人呢？在门口候着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快过来帮我穿衣服。好。不行。杨警官，在下告退。民女见过杨警官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民女来给杨警官赔罪。你犯了什么罪啊？你以为你哭了，本官就会心软吗？本官不吃这套。浣花溪是三道堰的换丝之地，之前各家换丝都各安其分，互不打扰。
如今却被大户强占，连夜间也不让我们换厮。民女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请杨警官做主。桑长史都管不了的事儿，我区区一个警官，我管得了吗？杨警官年少有为，自是果敢无畏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桑长史年纪老迈，欺软怕硬？这是您自己说的。英英眼中只有您的英勇，瞧不见别人。这句话真是好听。一会儿不见季娘子，这说话大有长进啊。不过，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呀？要是有人能给我打个扇就好了。我来。打了吗？怎么没风啊？头有点凉，脚又凉了，怎么不打了？杨景兰，恳求杨警官为民女做主。你求我？你求我，我便会帮你吗？当日西边，您虽戏弄我，但也降住了金马。在我家门口，亦是您配合我，才糊弄走了34郎。杨警官虽不喜民女，但却有仁善之心。我愿长跪于此，赌杨警官愿意垂怜。怎么一开始不赌啊？我舍不得我的骨头。不容易。总算是说了句实话。不过，别看错人了，本官没有心，只有唯利是图。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是，所以除了诚意，我还有交易。上任沈警官告诉民女，若下一任警官是个好官，那便把他留下的那句话告知对方。季娘子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买卖吗？本来想谈交情，您不是不肯吗？原来您早想好了。哎呀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嘿嘿。季娘子，你对官府多些信任。无论我是什么目的，既然这官我当上了，该做的事，杨某必然会做。从今往后，浣花溪为蜀锦人家共用，换丝自由，任何人不得霸占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杨警官为民做主，益州百姓定会记住您的好。只是您有所不知，这益州警户盘龙卧虎，哪一家不是树大根深？您初来乍到，怕是少不了遇上刺头出来阻碍法令推行。民女担心您的威严有损。哎呦，你怎么提之前不说啊？民女也是刚刚才想到的。警官到！原来他就是警官，那不中意。鄙人杨俊兰是这益州城新到任的警官。怎么？不信？哎呀！
没想到杨三郎便是新晋的警官。花郎君，这是在春游吗？杨警官说笑了。来人呐，再给杨警官置办一套案席。不必了。本官分明记得，我下的告示是说，这浣花溪畔除了喜司的染户之外，其余人等不得停留。怎么？是本官记错了，还是你花郎君的脸面格外大，不把本官的话放在心上？杨警官，瞧您说的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跟官府作对。来，您看着，哎呀，我不是正在洗丝吗？虽然这丝是少了一点，但不算坏了您的规矩。洗丝而已。可依我看，你这么大的阵仗，便是在候着本官呢吧？杨警官在外多年，想必对益州的风物不甚熟悉。不过，请您放心，我们花家在当地那是出了名的良善，定可以帮您尽快的了解民情。他狂任他狂，我是小绵羊；他刚任他刚，我是木头桩啊。花郎君有所不知，杨某人从小性子急躁，家师为了让我修身养性，便嘱托了这么几句话，说让我忍不住的时候，便要咏诵几遍。杨警官的恩师那是得道高人啊，说的话一定有道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，你可知道这最后一句是什么吗？小人愚笨，还请杨警官赐教。他若再张狂啊，送他戒严呀！啊！诸位，杨某人第一次做官，不懂这做官的门道，但也知道令行禁止，言出法随。从今往后，我说一，任何人不得说二。若再有人阳奉阴违，且看是他的舌头利，还是本官的拳头硬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我们都听杨警官的。杨警官，我也记住了。不然让我先上来冷啊！花郎君既然这么喜欢这里，我就顺了你的意，你就在这水里给我待到晚上，少1个时辰都不行。就是脏了浣花溪的水。金娘子，我答应你的事我做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沈警官说的话都在这上头，杨警官您慢慢看，美女告退了。为民请命，好好做官。